有请节目主持人赵段。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几位老师是谁呢？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涂磊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大爷你好，你好，孩子多大了呀？1岁多一点。带着还省心吗？不太省心。虽然我们家是个女孩子，就是带起来挺淘气的。我们家这孩子就是跟他爸不太亲，因为孩子一直都是我带嘛。孩子他爸就是工作就是一天挺忙的，就是不怎么管孩子，一直就是孩子家里面和孩子事都是我管的。咱今天来想解决什么问题啊？想解决的就是希望他爸就是多理解一下，我一天带孩子的辛苦和就是和孩子就是能近一点的距离。全职妈妈请丈夫能够理解自己的辛苦。来，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孙先生，32岁，来自甘肃，计算机工程师；女嘉宾张女士，31岁，来自甘肃无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了？结婚4年了。孩子1岁多少个月啊？1岁3个月。男孩女孩啊？姑娘。姑娘哈。哦，今天来是希望先生多跟孩子沟通和交流，还有别的吗？还有了嘛，我是一个就是全职的宝妈妈，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去做的嘛。然后他在外面上班，就是家里面啥事就基本不过问。还一天就是来就老抱怨我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就是我感觉心里面挺委屈的。我虽然在家里面工作，他在外面工作，我们都是在工作，我也挺不容易的。我也不想就是天天老抱怨。行，咱们慢慢诉这些苦，从哪开始说呢？就感觉我们俩结婚以来嘛，就感觉性格上就是慢慢的感觉就是很不合我这个人就是干啥事情就是急脾气嘛，但是他就干啥事情磨磨唧唧的，就是半天给你把这件事情决定不下来嘛。有一次我们俩就要去转两边的亲戚嘛，买了好多东西，我就说是咱们赶紧得送过去，本来都是新鲜的嘛，不然就耽误了。但是他就坐在车上给你想过来想过去，分析来分析去，就是说哎呀送到这边那边又不行了。我说你赶紧弄吧，你弄完了咱们时间赶上还是都去送的，都是新鲜的呀。但是他就在那给你磨起来磨起去的。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因为是我们去两边家的亲戚嘛，不在同一个道上。肯定那么多东西我得分析一下，对吧？先去送哪边呢？这么多东西我得归类，怎么送最快？怎么送？你看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鲜的，对不对？哎呦，就这点事儿你们也那个，给你个原则，听他的，他说先去哪儿就去哪儿，多省心啊！开个车，你看，哎呀，真是，就这事儿啊。没有，还有一个不是性格不合，这顶多也就是2个人较劲嘛。来，我就感觉还有就是我们家孩子3个多月的时候啊。大半夜就是孩子突然发起高烧嘛，我就说是你赶紧起来，咱们带孩子去医院嘛。本来孩子发烧是一件就是挺危险的事情，但是呢，他就在那说你去把孩子奶粉啦、药不吃啦、衣服收拾好，咱们再去嘛。我一想，这孩子的发烧本来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不赶紧去医院，你在那收拾来收拾去，那我就感觉当时特别来气嘛。因为是当时这么情况啊，晚上是孩子发高烧嘛，他就急急忙忙的说是赶快去医院吧。我就想着，你最起码去医院，你不给孩子带点衣服呀、什么药片你不带点吗？大半夜的你出去，孩子本来就发高烧，但是衣服这些跟药片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这都不用你去说呀。孩子去医院检查完啥情况过来再拿东西都行了嘛。但是他就在那磨叽。这种像咱们去医院是不是有些东西你必须得准备？你不能去医院了，然后你再跑回来，对吧？只要是一遇到孩子的事，他就大惊小怪的。不是我大惊小怪，我们就是本来要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们俩都30岁才有的这个孩子，我就本来就挺上心的嘛。他这说起孩子啊，你说对，性格上不合，还有一个，我记得给孩子办那个户口的事情我说你赶紧把那个户口去给咱办了。我们不是现在在银川这边工作嘛，家里面那个户口没有转过来嘛，我说你办了以后，孩子有时候感冒发烧住个院啥的，就是咱们抱起来就是挺容易的嘛，这不用跑到甘肃那边去了嘛。但是我就天天催，他管都不管，就说我忙着了，天天催。就像你说的，关于给孩子办这个医保的事儿，他说的就说是今天去办，今天就能去办吗？再说你上班你不得请假，能不能请上假呀？再说回一趟甘肃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啊，他不是那么近，你说几公里说走就走了。最后我说那你不去，咱们一起去行吧？那最后还是我抱着孩子，我们家孩子那会儿对呀，最后咱们还是去办了嘛，我也抱着孩子，我们一起回老家。去了以后，我说我抱着孩子在车里面坐着嘛，你再进去给咱去办。哎，结果他一会儿给我出来说，哎，那个办户口的人出差去了，办不了，让把东西放下，办好以后咱们就给咱们邮过来了。我说那不行，都超过3个月了，我们这么远的路过去办，都超过3个月，再不办那个就是医保就办不了了。我说那你要不你把孩子带着，我进去我去问一下。我进去我就跟那个值班的人我说我带着2个月的孩子，从那边过来也要7、8个小时嘛。我说我这个户口你们最起码有个值班的嘛，我就这么跟他说了。结果那个人说啊那行我给你办了。为啥我进去办了以后呢？也不像你说的那样，因为当时我们一块儿去办的户口嘛。我问值班人员，他说是办户口人出差了不在。我确实去问了，他说办不了，又不是我不去办。但是为啥我进去我就办了呀？我也好好说着呢。我说我们要办户口，为啥他给我办了呀？办了呀，办下来了。证明你能力比你老公的办事能力强。但是我就感觉啊，这事儿让他家里面做个啥事，他也磨磨唧唧不做；让他外面去办个事，还是要让我出面了。我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累。所以这个家里离不开你啊。不是，还有一天落到他的抱怨了啊！我在家里面不是带孩子嘛，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就是爱到处乱跑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头上磕了个小包嘛。他结果下班以后回来说是，你看你一天就在家带个孩子，你一天啥都干不了，你就孩子带不了。你看孩子头上磕的碰的，那你说我说的不对吗？你在家里就负责照看孩子，对吧？今天你孩子头上碰个包，明天你腿碰了，后天你手碰了，你不要说那么夸张，就碰了那么一次，我就特别不爱听他说那句话。你一天就在家带个孩子，一个孩子带不好，你还能干啥？就是心里面感觉挺委屈的。对呀，你应该在家里负责带孩子呀。我说你有什么不对吗？你说。你对，你小时候磕过没？我磕过，但不会天天磕呀。他对孩子，你看有时候我回去看，没有天天磕，这个我改保证，有时候手碰了。这么大孩子，你这样，你下次让他带3天，你请3天假，你带3天孩子。还好这么一说，我就记起来了。我那会儿他下班早，我说要不你带会孩子，我去做饭。结果没一会儿功夫，他孩子就是差点从那个沙发上摔下，结果他就是。也就是快一把抓住了吧，当时把我都吓懵了，孩子在那吓得哇大哭。我说你就带个几分钟的时间，你还带不好，那我天天带一次，那你还说我呢？孩子不是当时没睡下吗？你说我在坐沙发上玩手机对吧？我虽然拿着手机，但我时刻注视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掉下来，我把他接住了吗？但是你看孩子就一会儿功夫，孩子差点从沙发摔下来，我天天在盯着孩子在看，但是孩子不小心摔了，你还抱怨我，那肯定呀！你在家你肯定要照顾孩子，我在外面上班，对吧？我需要挣钱，需要给孩子买奶粉，对不对？这是不是我该做的？你该做的是什么呢？啊，你还好意思说奶粉？孩子都1岁多了，我让他去买个奶粉，他竟然给我买错。他说哎，孩子吃几段奶粉，吃哪个系列的？打了3个电话，说了3次，他竟然来给我把奶粉买错去了。是买错了，你说那么多奶粉罐一样的，你得给我说清楚呀。对呀，就是我们俩以前一起买过奶粉嘛，还是一起去买过奶粉呀。你别吵了，别吵了。但是他没有，他不是别说了，让一句。让我稍微安静一下，特简单的事儿，拍张照片发给他，拿这个买就买，不错嘛。你们想办法解决。我就感觉他对孩子的这个事情上不上心嘛。不，你不要把他那个无限的上纲上线，好不好？咱慢慢说啊，好不好？就感觉就是孩子的事情，虽然你在外面上班去了，最起码你也操点心。那孩子晚上半夜起来3、4次，起来闹着哭的时候，有时候被子没盖好，我都去操心，他从来都没管过。晚上孩子哭了闹了，你不起来看，你让我看，我第2天怎么去上班，怎么去挣钱，对不对？哎呦，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啊？我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我觉得你挣的比比尔盖茨他们都挣得多，你知道吗？我要挣钱，我挣钱，你该干。他应该在家处理好的。那你应该干啥？啊，我就这边负责上班挣钱就可以。挣多少钱啊？我一个月工资也不高，3000多吧。哦，就可以这样了。我认为，因为是我。那你要挣5000多，那怎么办啊？那也不是。你要挣5万了，可怎么办？家里像这些事情嘛，是应该他来做。女儿是你的吗？是。该不该管？我也管呀，不是说不管吗？你真较劲，你们俩真是，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怎么就结了婚的？我们是通过朋友认识的吧？啊，谈了多久恋爱？有1年多吧。那您以前工作过吗？做什么工作的呀？我以前在幼儿园上班。哦，那就赶紧回去上班吧，你省得那个是吧？那关键孩子没人带。人家去幼儿园挣钱去，您回家带孩子，没啥了不起，行不？我觉得孩子还应该行不？你是不是带不了啊？可能吧，我感觉我们家孩子也挺皮，确实不好带。不好带。接着再问，办户口是不是你没能力？
不是我没那么承不承认？为什么人家办出来你办不出来？户口确实他办的，但是我是不是你没办出来？是两个人同时办一件事，你没办成，人家办成了，是还是不是？是。承认咱不如人家吗？不就完了吗？带我们去办的时候是我们一块儿去。是不是人家办下来的？是。你进去了没办出来？对。他进去了办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他比你能干？户口确实是他替我们办出来的。是，说咱不如他，完了吗？较那劲呢，真是，确实不容易哈。全职太太是不是非常非常辛苦？本来现在在家带孩子就感觉跟与世隔绝了，一天就再受一下他的眼色，就感觉心里面挺委屈的。就是其实你也不要他什么，就说两句好话是吧？结果这家伙你最起码来一句好话都没有，对，还挑剔你是吧？对，罢工不干了，有这个想法了啊？有这个想法。哎，您可千万别这样，我是胡说的啊！应该怎么办？你听老师们的吧。我听你们俩说话就跟我们家楼上在装修一样，哎呀，吵得我呀脑袋嗡嗡的响。我就想说，谁稍微喘口气，让我听明白上一个人在说什么，但是根本就不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你们俩谈了1年多的恋爱吗？是。我感觉你们俩就像昨天认识，然后今天结的婚，完全不了解对方。第一个问题就是性格之间的矛盾，急脾气遇上了慢性子。他慢这个事儿，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呀。但是感觉越来越磨叽。他不可能越来越磨叽，他只能是一如既往的磨叽。然后你也太急了，比如说孩子发烧，我马上我东西我也不拿不准备，我直接就得上医院，我不去就不行，哎呀我就不行了。所以你真的是太急了，他呢可能真的是太慢了。每一个家庭，每一对爱人，因为大家性格不同，所以谁更擅长做什么，谁就去做什么。比如说你就更擅长做决定嘛，你执行力更好嘛，他拖拖拉拉，那你就去做啊。家庭分工不同嘛。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全职妈妈，我们经常讲，什么全职妈妈？就是早中晚饭鱼尾纹，除了孩子不见人。但她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多辛苦。你每天就在家带带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要做什么？你列个时间表，贴在你们家最醒目的地方。早上6点半起床喂奶，然后做早饭，8点钟要干嘛干嘛干嘛，12点钟要干嘛干嘛干嘛，一直到晚上凌晨3点起来一次，4点起来一次，5点起，你把它贴好，让他每天看，他会不会就知道你的辛苦了？第3点，你们2个互相指责，为什么每天只想着对方的缺点，而不想对方的好呢？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把优点放大，让它成为你们生命当中最闪亮的一个部分。所以各自调整，祝你们幸福，谢谢。哎呦，听着我这个气呀！我问你啊，先生，家是干嘛的？你结婚干嘛？要家干嘛？您说您每个月只往家里面交3000块钱左右，您就敢在这儿耀武扬威，更何况您只交钱，这叫什么呀？这叫投资者，这不叫老公，不叫爸爸，您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没有履行，然后站在这儿说大话，说风凉话，你就在家带个孩子，孩子还看不好，你带去啊。人家不是不能出去上班，人家说不定1个月挣的比你多呢。你说你在家带孩子，就这么一件事儿你都带不好，好，你在外工作就这么一件事儿，你怎么只挣3000块钱，不给我挣3万块钱呀？一个道理啊。而且换句话说回来，在家带孩子这件事儿，你知道在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吗？我问你，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然后那边煤气水开了，然后这边我又内急，你说我先处理哪件事儿？你告诉我。你知道女人是得抱着孩子上厕所吗？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从来没有体会过妻子的艰辛和辛苦，然后就在这说这样的轻易的大话，你怎么能不叫人寒心？
你在外面合着工作有休息时间，能调整有午休有下班的点儿，他有吗？他1年365天，全年无休息啊，无假日啊，这就是全职主妇啊。所以今天来这儿，我就希望你明白一点，全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一件工作，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能够完美的胜任它。妻子，我想说的是，虽然我刚才说了他这么多啊，确实他这个问题真的挺让人难过的，说的那些话。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吗？因为您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就虽然全是您的理儿，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就觉得不占理儿。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有那么多的辛苦，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挂在嘴上，用那样的方式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不值得一提的感觉。所以您的脾气要改，在孩子的问题上不要变得那么敏感，那么焦虑，因为您焦虑，孩子也一样的。对于先生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去做一天你做的工作，然后您呢现在开始要学会充电。孩子送幼儿园之后，您要有回归社会的这个能力的，不能在这几年之间丧失了这个能力。有很多的事情要放手让他去做，好吧？好的。祝福你们，谢谢。其实我看起来啊，你们有太多的不同。这个不同导致其实你们对生活做了自己的选择。的男人可能才会理解，其实孩子也是自己的。在家庭生活当中，这个男人承担了比较轻的，这女生承担了比较重的。家庭要不要有分工？当然应该有分工，但这种分工是为了家庭能够更好的运转，增进夫妻感情。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分工变成了交换。我
做我分内的事儿，那你就得做好你分内的事儿。你做不好，我也不会帮你，因为我分内的事儿我已经干完了。这就像在一个公司里一样，分工是为了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但是，家庭并不是公司。如果按你们的这种按能力来划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你去做幼教，一定比他的3000块钱的工资是要高的。但是分工的标准，还要照顾到所谓的自尊，要照顾到所谓的面子，所以在很多家庭生活当中，不能完全做到在职场上的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那么，被照顾了自尊的人，内心就要有感恩才行。就像刚才主持人一直问你说，就办户口这个事儿，你承不承认你比别人差？你就死活不承认。就这事儿人家干成了，你夸奖一句不行吗？老婆你真棒，这事儿我没干成，给别人一句夸奖不行吗？你不能两头你都占，事儿别人干了得不到一句好话，还要说这是你应该的，久而久之这心不就凉了吗？我们至少要表示一种感谢，而不能去否定它。久而久之你否定多了，比如说他带孩子这么辛苦，你还得说他带得不好，那他就会认为我这种付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将来我就不把我所有生活的幸福放在和丈夫的互动上，而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很多女人在结婚若干年之后，她的口头禅就是至少我还有孩子。你不要把自己边缘化，到了最后你就变成了自己过自个儿的了，他跟孩子过，你说呢？所以呢，我认为其实男人既然已经承担了比较轻的家庭责任，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学会说说好话，而不要总是说一些冷嘲热讽的一些否定对方的话，好不好？好，行，就这样。这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办户口的事儿，我经历过。实话实说，我也不行，因为我夫人办成的，比我厉害。家庭生活里面，咱不是全能，咱认输啊，不行就是不行，你行你就多干点儿，所以没有什么道理，都放松一点。想一想，老婆一个人带孩子确实不容易，想一想，老公在外面挣钱也要受一些气的，这事儿就完了。学会赞扬，老婆不就要这个吗？你给她点肯定、承认，是吧？以后不那么喊了，不那么吵吵了。还好，快熬出来了。3岁嘛，还有1年多，就要上幼儿园了，对吧？快熬出来了。所以大家说嘛，生娃其实是个坑嘛。怀着的时候想卸货嘛，卸了货就好了嘛。卸了货出了月子就好了嘛，到了1岁就好了，断奶了嘛，到了3岁进了幼儿园就好了嘛，小学又该来了嘛，上了小学就好了嘛，初中又来了青春期了嘛，上了初中又好了，高中又考大学，考了大学就好了，怎么又该结婚了呢？后来你发现，忘了一件事儿了，自从有了娃，就忘记了我还有个老婆，那个老婆就忘记了我还有个老公，把咱的日子过好，娃的日子自然也就好了。啊，听了老师和你说了这么多，我确实也体会到了你带孩子的不容易。咱们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你一个人来操心。我可能以前那种错误的想法吧，就认为你在家里应该做很多，像我在外面负责上班就行了。我也努力，改变这种错误的想法，在以后的日子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好咱们共同的孩子，做好一个丈夫应该做的。维护咱们的小家。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如果像那样，我们就是，共同就是把这个家建立好。我们各有错误吧，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都改变吧。好，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请开门。我辛苦了。
到底学理工的啊，直线的距离最近，绝对不兜一步啊！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老婆，你辛苦了，我确实也理解了你的难处，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家。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啊！祝你们开心快乐，谢谢两位，请回啊！不容易啊！祝他们幸福快乐。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这样认识1年多了，期间呢，他也见过我父母，我父母挺喜欢他的。然后这期间我跟他求过2次婚，他一直不同意。我呢一直想跟他结婚，每次我跟他提到结婚呢，他都避而不谈。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怎么想的，是只是单纯跟我谈一场恋爱，还是想跟我结婚？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张先生33岁，来自甘肃职员；王女士23岁，来自内蒙古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片里是特着急结婚是吧？对对对。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是吧？对对对。怎么认识的？我俩是在一次朋友聚会吃饭时候认识的。因为我有一个老乡跟她是闺蜜，然后一次吃饭时候就叫我过去，我俩就是一见钟情，然后后来就经常找她约一块玩一块吃饭。是你一见钟情还是你们俩一见钟情？其实当时我看到他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那个他说的一见钟情就是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当时是这样式的，因为我闺蜜嘛也是甘肃的，然后跟她是老乡，后来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在饭桌上，然后就是这么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吧，然后他就是无论是在我工作上呀、生活上，然后就是对我挺照顾的，所以说我就感觉让我心里就特别暖，所以说我就这么然后同意他了。明白。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呀？在哪个城市生活啊？天津。在我们天津生活是吧？谈了多久了？谈了1年多。怎么了？想结婚？对，因为现在家里催得紧，我兄弟姐妹也都结婚，就差我没结婚，而且我这年龄也到了33岁了。以前我爸在世的时候呢，就一直想看着我结婚生孩子，结果后来就去年因为我爸突然去世，然后留了一个遗憾。现在就是我妈了，我不想把这个遗憾再留下来。这你想结是吧？对，我想结。姑娘想结吗？结婚这方面嘛，我根本就是近期从来没有考虑过。都没考虑过啊？不是，他当时我跟他求婚，他同意了呢。你还求婚啊？我等他求了2次婚了。但是你要说明白，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同意，你应该给我就是说。行，我先听2次求了2次婚。对。第一次是啥时候？咋求的？第一次就在家里吃饭，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俩处了1年了，然后呢彼此都比较了解了，我就跟他求婚了。他就是没有同意，因为那人没同意嘛，对。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就是说他给我做饭嘛，我就随口说了句，我说你做饭真好吃啊，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咱们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然后我今后就给你经常做着吃，多好啊，多浪漫啊。我当时听了，我愣了一下，然后我就当玩笑了，然后就没有在意。没在意，那这不算啊，这算你求了人家没同意啊。第2次呢？第2次是就我一个哥们儿结婚，他也认识他朋友，我俩一块去了，在那个我哥们儿婚礼上我给他求婚，结果你哥们儿办婚礼你求婚？你搅和人家去了吧你？不是，是这样的。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说他哥们儿也许就是单方面的特别为他着想，然后到那个新娘扔捧花那个环节的时候，他哥们儿就直接把捧花就送给他了。他当时接我捧花之后就向我求婚，然后我当时我肯定就是我下不来台，我当时特别尴尬。你是怎么说的？我当时我就直接拿着手捧花把他拉到台上，跪在他面前向他求婚，亲爱的嫁给我吧。然后你说的什么？
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我真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而且当我特别没有面子似的，然后我说你别这样，你起来吧，然后这个都好说，然后到时候咱回家再说好吧。然后我就这样跟他小声这样说，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就是男生认为女生同意了，对吧？对。女生认为即使同意了，也是被绑架了，是这意思吧？对，也是因为当时人太多嘛，怕他也没有。你们双方父母都见过吗？见过家人吗？见过，之前我是提想见他父母的但是当时呢，他一直不想让我见他父母，然后不是说我不想带你去，现在见父母有点早。对于我这么说，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见父母是非常早的。我就感觉他就不想让我见他父母。对，那是，人家肯定是不想让你见嘛，人自己都说了嘛。我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嘛。那你见过他父母吗？我见他父母的时候，就算是被他骗去的。啥意思啊？就是他肯定会想到，就是说我不会去见他父母，然后他就跟我这么说，他说我甘肃那边家乡嘛，有好多好玩的呀，想带我去看一看。然后是有不少好地方，也就算是去旅游一次吧，我就答应他了。去了之后，就是事实跟我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风景也没看了，他这些。就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然后就都来了，就好像新媳妇儿就刚进家门那种感觉，让我当时你不是在家里头，你看我妈对你也挺好的，对呀，我那亲戚对你也挺好的。是另一方面。你都做你爱吃的饭，就我们家人就都特别爱吃辣的，他呢不能吃辣的，然后每次我家就炒菜都照顾他嘛，然后我们就炒菜都不要辣的。你给我们要句实话，你怎么跟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的？说我要把媳妇儿带回来，是这么说的吗？对啊。不老实，是吧？你不是就骗人家嘛，对吧？所以说嘛，他妈妈嘛，然后就直接跟我说，就把我当儿媳妇那样似的。然后我当时肯定是我心里会特别尴尬，然后我也没法说。明白了。我当时也就是所以说让我特别反感这件事情。你可以啊，你这些小心眼全用在人小姑娘身上了。据说你还骗人去照婚纱照，是不是你干的？这个也不骗，这个当时就我觉得我俩在一块是1年多了，然后情侣呢照个情侣照挺正常，然后我俩经常情侣照没照过，就平时就手机里面拍个照，然后呢想拍一个婚纱照然后呢当时情侣照跟婚纱照是2回事啊。但是他订婚纱照，他并没有跟我说他订的是婚纱照然后他跟我说的是情侣写真。那你去了照了婚纱照了吗？我当然没有照了，而且还不是通过他嘴知道的，我是通过人家就是销售那个姐姐嘴里，然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他反正是死活就不同意，我就拍个婚纱照，也没什么。就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看那个自己穿婚纱样子，挺美的。结果呢，他就死活就不同意，最后就拍个人。不是，我就认为就是说双方都确认关系了之后，然后再去拍，这样比较好。我来问问啊，他是你的谁？他是我女朋友啊。他是你的谁？他是我的男朋友。你们第一个是达成共识的，对吧？对。他是你想娶的对象吗？对啊。他是你想嫁的对象吗？你要是说嫁的话，我肯定是现在没有考虑。现在还没考虑呢。对。是没打算好，还是这人？你觉得？说句实话吧，你对他有感觉吗？我认为我现在吧，就是说还是谈不上爱，但是。通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吧，然后我肯定是说没有感觉，那是不可能的。明白了。有感觉，但是这感觉还不足以让你嫁给他，是这意思吗？对，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他这样逼着我去跟他结婚啊，然后肯定是有他父母，就是他母亲原因。你现在你结婚，现在你不着结婚的话，咱俩现在也认识1年多了，我对你怎么样，然后我家人对你怎么样，都你心里也有。对呀，就是。都是对我特别好，但是好归好，但是一方面归一方面嘛。别逼着人家结婚，知道吗？让人充满着热情的要嫁给你，对吧？你逼着人家结婚，那哪行啊？你的痛苦来自于你不知道他的态度，是吧？对。姑娘，你也痛苦吧？就跟他谈恋爱谈得不轻松，是吧？他总是就是听父母的，父母那边着急的话，他肯定也是就是。你认为他如此着急，并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爱到了，而是因为父母在催他，是吧？好，来，老师们帮忙吧。张先生，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当中一直在逼婚，我听起来，为什么逼婚？要么怕我老，要么怕他跑，要么怕你们俩分手是迟早。对吗？有这一方面，差不多这个意思。2个人主要的矛盾，一个非得想要结婚，一个暂时根本就不考虑婚姻。
就是因为年龄差得多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逼婚是不对的，因为逼婚，要么试出真爱，要么逼走对方。很显然，你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骗他去拍婚纱照，骗他去见你们家7大姑8大姨，骗他在一个很幸福的时刻不得已一定要接受你的求婚。因为刚刚我也在想，女人面临那个时刻的时候，如果拒绝你，第一你面子上可能挂不去，第二也给人家的婚礼现场扫兴啊。当时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答应你求婚没有用。知道什么叫落跑新娘吗？就是结婚那天，如果他自己没想明白，他依然可以逃走。所以你逼他有用吗？没有用。我们讲两个人为什么结婚，因为两情相悦，因为我要和你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相信你可能有类似的想法，但是他绝没有。你是他的男朋友，不是他目前来讲考虑结婚的对象。所以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换一个。但如果你愿意等，愿意等他长大，愿意等他成熟，愿意等他的接纳，我建议你们的爱情当中设定一个期限，我们定个日子，如果到时候你还不愿意嫁给我，那我们一拍两散，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是现在你这样无限制的逼他。所以让他缓一缓，喘口气。但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就换一个，大家各自安好。她肯定不会嫁给你的，目前对吧？对，对呀。所以怎么样都是靠你自己去选择，好吗？祝你们幸福。为了结婚而结婚，往往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就算她今天小姑娘在你的逼迫下，真的就是同意嫁给你了，你下一步就要逼生孩子了，对不对？人结婚都1年啦，该要孩子啦。这就是你一步一步算计好的你的人生之路，但并不是他的。结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结婚最重要的是内部条件足够。内部条件是指的你们2个人，而不是外部原因。你现在找了一大堆的外部原因来包装，家里面催婚，你不希望让老母亲落遗憾，等等都可以理解，人之常情。但是这个情况是建立在于，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女朋友，本来也打算要结婚了，我们把婚期提前一点，但是呢，这个女孩是你适合结婚的对象，但到底是不是你爱的那个人，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只是觉得在这个时机了，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女孩，所以就想要结婚。所以我觉得先生，你的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你要想清楚一下，你到底结这个婚是为了什么？你以后跟他在一起能幸福吗？我觉得今天女生其实很坦诚，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对于先生而言，要做的就是3个字儿：不纠缠。对于女孩而言，如果你想要再继续试试看的话，就3个字儿：不放弃。好吧？好的。先说一个原理啊。A 带着 B 想去 C 这个点，本来是一条道。
60岁的时候你还未娶我还未嫁，那我们俩就在一起。如今这句话变了，如果60岁的时候你还未娶我还未嫁，那我们俩为什么还要在一起？说明现在的人对于婚姻当中的情感。结局，要不然你们俩继续谈着，要不然你们俩就各自跑开。其实刚才听完几位老师的话，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现在呢诚挚地向你道歉。然后呢，我这段时间的确是没有考虑到你的一些感受，的确是我结婚这方面想法太重了。但是呢，这1年多呢，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对你怎么样，包括我妈、我家人对你怎么样，都挺好的。包括咱俩结婚以后呢，婆媳关系肯定不用你考虑，所以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然后我之后呢，我也不会像之前再那么逼你了。然后回去咱再具体商议一下，是什么时候结婚。然后你要是不想近期结婚的话呢，我可以等你，你给我一个时间就行，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好吗？我知道，在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在这些事情上也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好，时间到，请回吧，2位，谢谢你们。男人特别想听那个女生这段时间之后的那席话，还就是没听到。来，请关门。来，请开门。我跟老婆结婚11年，孩子也10岁了。她是一个女强人，在事业上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从孩子出生都是我在照顾。现在孩子也大了，她经常跟我吵架，觉得我把孩子管得不好。现在跟我说到了离婚，我为了孩子不想这样，我该怎么办？家庭的分工的确是可以男主外女主内，或者男主内女主外，可是孩子的抚养是共同的责任。
可以互换一下角色，把孩子的教育权交给女方，看看她是否能做到跟你一样的好。那么互换角色，妻子就会理解到您的辛苦了。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